每个人都说小贩是没有读过书才做的嘛，但我不觉得，真的是不代表你读多书你就一定赚很多钱。当然也有 hawker center 的冷言冷语啦，就会有一些老人家讲，哎呀，你这个小妹妹不可以的啦，有可能你做1、2年你就放弃了，一个人吃一个贵啊。34岁的黄美玉在万国和雾里村小贩中心各经营一家龟枣摊。在成为小贩之前，他曾在餐饮集团担任营运管理工作长达7年，拥有国际商务管理硕士学位。从办公室到小贩人生，4年前，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。其实我爸爸妈妈不是很赞成，因为他们都觉得是苦工，你去打份工就还有假期啦，你做小贩根本就是没有的，真的就是365天你都在做工。因为从小就看着我爸爸是个小贩，就是传说中的 hawker kid 啦，就从小每个周末有空就在爸爸档口帮忙。卖龟爪是因为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也是养大我的东西，也不想让它失传，就看到越来越少卖龟爪的档口。我们也看到很多餐饮业啊、小贩啊都不做了，然后要卖品牌啊之类的，就其实是一件很可惜、很浪费的事情。我正在清理小肠，把那些小肠里面的肮脏给清理出来，煮的时候那个肠才不会有味道。你要一条一条这样子来串，所以我每次讲的龟爪是一个很容易吃，但是备货很长的一个东西，没有的偷懒，没有的 shortcut。黄美玉的父亲黄元才在大巴窑经营自己的龟爪摊位，偶尔他也会到女儿的摊位帮忙。来，大哥，给你先。因为他一路来都是在大的集团里面嘛，所以我有一点惊讶，为什么他忽然间说自己要出来要创业，要接手我的龟爪？毕竟她是一个女孩子，怕吃不了苦。因为小贩是真的是很辛苦，要站要耐热，还要受顾客的批评。就我每次说我是那个比较幸运跟幸福的 hawker kid 那个第2代，就永远还是有一个靠山。好像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人教你的话，你要问你也不懂可以问谁。大哥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真正学习就在我爸爸的档口实习了2年啦，就真的就是从头学到尾，就包括怎样做货啊，怎样煮汤水啊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主要的啦，有蒜蓉，就咖喱，然后有一点碎肉跟龟尾啊，跟甘草，就是蛮 standard 香料来的。其实没有秘方，好像我教我的同事怎样打汤水的时候呢，他们很多时候都跟我讲，哎呀，很容易啦，我是看你这样丢下去而已。但是是真的是很多技巧，就是真的要用心去熬它啦那个汤。因为有时候我会从雾里把货刚过去，然后有时候也会从旺角把货刚过来，就是看哪一边比较需要货还是方便。每一天都必须2边跑啦，出发。通常每一天过来旺角的时间不一样，如果下午我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会下来，然后就跟我妈妈吃个午餐，就是有时候也会问他们是有什么问题啊，今天我们就会一起讨论啊，然后就看怎样改进。新加坡部分小贩中心采取社会企业小贩中心 SEHC 管理模式，由私人业者负责营运与支持。黄美玉的2个龟爪摊在肥熊餐饮管理集团的 SEHC 运作下，他也体会到不少的好处。好像当初我在找档口位置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看了很多，好像咖啡店啊，跟 hawker center。然后咖啡店的问题就是，它就是一个很小的档口，一个角落头，它的租金都要收我一个9000、10,000。然后就是刚刚出来创业的时候，就真的觉得这些租金还蛮贵的。当然也有去 try to 找那些 NEA 的那些 hawker center 来标，但是每次都是最高者得标嘛，然后就标了几次后就失落了。
所以好像 SEHC 可以保持在一个4000多，是一个蛮好的 level 了。因为说是那种比较新的 hawker center， 所以位置啊、空间都比较大，然后比较干净，然后又比较通风，因为席琳比较高，就没有觉得这么热啊。清洁费就包括收碗那些 Woodley 这边 SEHC 这边是1000多块，但是好像我爸爸那边我们也是有就是给人家外包洗碗，所以其实加起来的价钱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我只需要 focus on 我的 operation 就是赚钱 serve customer， 我不用还在想我的碗还没有洗，我不够碗用，小小的 effort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。像我每次做很多 interview 我都会讲啊，你鼓励其他年轻人来做小贩吗？我都会说不要搭上这条路。但如果你真的可以挨得到每天站14个小时，牺牲一下你跟你朋友的相处时间，赚的有可能比你的之前的工钱还低的话，你还是愿意闯的话，试一下就试吧。